如果存在外星文明，他们会发明和我们一样的三角函数吗？大家好，这里是小学科学。想必大家都刷过不少三角函数的题吧？在我们一开始学习三角函数时，我们只是用来解一些关于三角形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三角函数变得越来越抽象了。我们甚至可以在物理中看到它的身影。这意味着三角函数并不仅限于在三角形里，或许三角函数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简单。其实很少人会真正的去质问三角函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三角函数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人类会发明三角函数这个东西？三角函数究竟是被发明还是被发现了？所以本期视频将会与大家深度解析三角函数的本质。这里我们随意构造一个圆，如果我们用尺来测量这个圆形的直径，以及用卷尺来测量它的周长，我们会发现到它们的比值约等于 3.14。 不仅如此，无论什么大小的圆都满足这样的比例关系，所以人类就发明了圆周率派。不过与其说人类发明了派，倒不如说人类发现了派这个常数，而这个派适用于宇宙中所有的圆。其实三角形也是一样的道理。早在很久以前，古代数学家就已经很好奇直角三角形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规律了。假设我们建构一个高度为1、角度为60度的直角三角形，首先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该三角形的斜边有多长呢？当然了，我们可以用尺来测量，得出三角形的斜边是 1.155。 如果三角形的高度是2，那么斜边就是 2.309。 如果高度是5，那么斜边是 5.774。 想必大家已经发现到了，这些三角形的高度和斜边之比都是 0.866。 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定理，那就是角度为60的三角形的高度和斜边之比是 0.866。 这有点像刚才提到的圆周率。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其他角度的直角三角形也是满足 0.866 这个规律吗？并不会。如果是40度的直角三角形，那么它的高度和斜边之比就是 0.643。 如果是20度的直角三角形，那么它的高度和斜边之比就是 0.342。 但是这些比值并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庆幸的是，古代的数学家已经替我们把这些比值一个一个的给测量出来，并制作了这张三角函数图表。这个表能为我们解决天文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能解决我们日常生活问题的还有这款妙计的雾化点阵式护眼仪。在研究三角函数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很多资料，眼睛又酸又涩，多亏妙计送来了雾化点阵式护眼仪，蒸汽润眼，出雾又快亮又大，几分钟眼睛就恢复水润了。医院的雾化疗程一套下来800多，蒸汽眼罩看着很便宜，1个月下来大几百，还是妙计省钱又省心。在家备个一次配齐雾化仪、蒸汽眼罩、护眼仪，随时享受，真心推荐给大家。而且按摩头是硅胶材质的，戴上一点都不硌。仿人手的点阵手法，好像温柔小姐姐在给我做眼操，周边穴位都能照顾到，按完感觉大脑运转都更快了。用它敷眼睛也不赖，加入冷水除冰雾，早起冷敷一下，消肿提神，晚上你就开热敷，促进血液循环，黑眼圈红血丝都被赶跑。再连上蓝牙放手歌、护眼助眠2手抓。大家平时白天上班，晚上追剧，眼睛特遭罪，放着眼里的酸胀涩不管啊，视力很快就退化了，还容易得结膜炎、角膜炎，赶紧用妙计养护起来，亲测好用，4大模式一键切换。上班用眼多的，你就带去办公室，双击静音，不会打扰到别人，而且小巧轻便，续航持久，出差旅行也方便带着。喜欢的一部评论区领取优惠，下单附赠专属贺卡，节日送礼也很合适，保价运险都有，1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入手试试吧。举个例子，假设这里有一个倾斜角为50度、高度为2米的斜坡，那么这个斜坡的跑道到底有多长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表格来计算出斜坡的长度。由于50度的直角三角形的高度和斜边之比是 0.766， 所以斜坡的长度是 2.61 米。此外，物理学家也是利用三角函数来计算天体之间的距离，于是三角函数就这样诞生了。数学家由此定义了正弦、余弦和正切函数。如果我们在计算机上按325得出 0.423， 这就代表25度的直角三角形的高度和斜边之比是 0.423。 这就是 sin25 的数学意义。 cos25 意味着底部和斜边之比是 0.91， tangent 25意味着高度和底部之比是 0.466。 此外，我们可以把0至90度的比值在一个坐标计上给标出来。想必大家有看过这是什么东西了。没错，
这就是正弦函数。这里必须澄清一个东西，那就是某些三角函数的值并没有准确的数值，也就是它属于无理数。就像圆周率派并没有一个结尾一样，某些三角函数的值并没有一个结尾。比如在这个特殊三角函数的图表中，你可以发现到有许多的值是有根号的，比如 sin60 等于根号3除以2。当然了，你可以构建一个边长为2的等边三角形来证明。总之，多数三角函数的值并没有一个结尾。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角度是 60.1 度，表格里没有，那我们应该要怎样办呢？可能你认为按计算机不就行了吗？但是计算机本身又是怎样计算三角函数的值呢？又或者说，我们能否通过一个公式来计算出三角函数的值呢？在理想的情况下，假设正弦函数满足这样的关系，只要我们把角度给代入进去，我们就能够计算出正弦的准确数值。其实早在7世纪的时候，来自印度的婆什伽罗就给出了正弦函数的公式，虽然只是一个估算，但是它的误差值是在 0.0016 以内的，已经非常精确了。然而，虽然这个结果已经很精确了，但是这个误差值对于天文学而言非常大，可能这个误差会导致上万公里的偏差，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想必大家已经想到了，其实我们可以用泰勒级数来估算出三角函数的值。所谓的泰勒级数或泰勒展开，就是用特定的方式来找出一个表达式来表示某个函数。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泰勒展开来得出这个 e 的 x 次方的表达式。取得项越多，我们得出的函数就越精确。同样的，我们可以用泰勒展开来表示正弦函数或余弦函数。早在20年前，英特尔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泰勒展开来计算出三角函数的数值。但是这里有2个问题：第一，我们需要非常多的项来描绘出完整的三角函数；第二，泰勒级数本身就有无穷项，得出的数值精度取决于我们取多少项。这意味着我们并不能算出三角函数的准确数值。其实第一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只要找出0至360度的数值就行了，因为函数已经重复了。不仅如此，其实我们找出0至180度的数值就行了，因为我们把0至180度的数值乘以-1就得到180至360的数值了。我们甚至可以找出0至90度的数值就行了，因为0至90度和90度至180是对称的，所以我们能把运算量减少很多倍。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三角函数是有周期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物理中的波会用到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比如声音和光的周期性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有周期性的运动或会旋转的运动都会用到三角函数。回到正题，至于第二个问题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角度的范围足够小，就已经足够精确了。虽然我们也有欧拉版本的三角函数，但是它有虚数的部分。欧拉版本的三角函数公式依旧的用到正弦和余弦函数去计算它的值。目前计算机是用 QWERTY 算法来计算三角函数的值。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三角函数的定义本身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函数的角度只限定于锐角，也就是0到90度。所以在 QWERTY 算法中，角度不是加出来的，而是转出来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单位圆来定义三角函数，其半径是1。其实这个 QWERTY 算法有点复杂。简单来说，在经过非常小的角度后，我们可以推导出正弦和余弦会如何变化，并且得出这样的旋转矩阵。然后就是让计算机一步一步地把单位箭头靠近要计算的角度，在经过加加减减后能得出三角函数的数值。我们可以尝试模拟一下计算机是如何计算 cosine 37以及 sin 37的。让我们回答一开始的问题，如果存在外星文明，他们会有三角函数吗？答案是肯定的。宇宙中所有的圆遵循着圆周率派这个规律，以及直角三角形遵循着三角函数这个规律，他们肯定会发现到的。好了，以上就是视频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